啊，孩之宝又出了 SS86 的新品爆料啊，让我看看这次都有哪些角色吧。Hello， 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茶鱼头。本期视频给各位带来的是 DCS 争权夺利套装大火车。当时购入这款套装的时候，只是因为对这3个模具的配色比较喜欢。我对大火车这个角色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啊。当时以为86大火车可能就只是简单的围城改模放大产品。同时，因为错过了86红蜘蛛，很喜欢动画配色的红蜘蛛，所以选择购入这个套装啊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今时今日爆料的 SS86大火车会是这副样子。来，欢乐传播到天外。孩子们，我知道你们讨厌宽体金刚很久了啊，所以我们请金香薰智慧先生把 SS86大火车做成了马杆金刚，好好的感谢我吧。这86大火车是个啥啊？为什么会为了载具形态把人形放弃成这个样子啊？不给大火车能量块吃是吧？这都给孩子饿成啥样了？人形的四肢又细又长，你跟我俩搁这骷髅打金服呢。胸口在官方短短几次宣传中就出现了3种形态，一种比一种丑啊！别惦记着致敬你那个G1玩具了好吗？跟穿着紫色胸罩的巨乳一样。这家伙的背包目测也是跟他的胸一样的巨大。我承认86大火车的2种载具形态在某些方面的还原度确实比起围城版本要好上一些，但是这也不是你人形做的如此垃圾的理由吧？人形为了配比例搞得新模具四肢如此细长难看，还不如把围城模具放大比例去除刻线啊。当然了，这批86产品也是漏洞百出啊。86惊天雷肩膀配色错误，震荡波复眼改模不放大比例变成侏儒。说实话，我真的看不懂孩之宝在干什么啊。好的，那么看回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 DCS 大火车吧。说实话，本来我觉得这款使用G1配色也无法掩盖身上碍眼的刻线啊，但是在86大火车的衬托之下，这款玩具在我眼里变得突然熠熠生辉了。虽然你很矮啊，配不了我们伟大的新86比例，但是86大火车也没法装下大力神啊。86震荡波的出现更是导致86线比例烂完，以后再和86线谈比例就是纯扯淡了。此乃 DCS 1胜 SS86， 虽然你的刻线很多，但你腹部的涂装起码没有缺失。此乃 DCS 2胜 SS86， 虽然你载具略逊一筹，但你起码不是马杆金刚。此乃 DCS 3胜 SS86， 套装里去除配件基本只是微体的大小，而86大火车是尊贵的附带烟雾和推进特效件，售价高达300多元的 L 级。性价比方面 DCS 4胜 SS86， DCS 4胜 SS86， SS86 0胜 DCS， 此乃5胜。总之，有了 SS86 大火车的衬托，它的优点也是愈发闪亮了。那么今天就请朋友们和我一起回顾一下这款G1配色的围城老模具 DCS 大火车吧。首先，人形外观造型方面，除了刻线多个头小，我其实对它真的没什么怨言。配色比G1设定略浅，应该是因为日本那边电视频率的问题。翅膀配色有些不还原，但是个人觉得无伤大雅。其实这款的身形对比设定来说还是不够壮硕的。动画中大火车给我的印象也是载人载物非常巨大强壮的感觉啊。不过它已经比马杆金刚好太多了，不是吗？人形可动方面其实没有很优秀啊，有腰转，但是没有手腕平转。变形原因有双段曲肘，解锁肩膀和脚部的变形关节对于可动帮助也不算大。总之，对于微级大小的玩具来说，我觉得这些可动是完全够用的。武器配件给了3把枪，但是缺少了最关键的一把，所以不能合体成为大枪啊。我很早就想吐槽这点了 ，TT 你也真是神了。好的，那么就让我们进入大火车这位 Triple Warrior 的3变过程吧。
航天飞机模式前半段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后半段露馅严重。不过对比86大火车，我觉得这款的机头长度以及整体的比例反而更加符合 G1 设定图啊。小腿零件有通病，在两种载具模式下都无法完全扣合，这一点还是比较令人讨厌的。火车模式确实是比较差的，坑坑洼洼的细节以及过于小的车头，都让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像一辆火车啊。火车载具方面，个人认为 SS86 还是要胜出很多的。除开刚刚所提到的小腿无法密合以外，这款的火车头无法接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当然了，这款玩具整体的变形手感也不是特别的好啊，错综复杂的刻线以及处理不到位的部分倒角，让它的把玩过程还是扣了些分数的。双形态都有比较明显的缺点，但是它的人形起码不是马杆金刚。我其实能接受为了载具形态稍微放弃一些人形美型的设计风格，但是对于86大火车的人形，你是不是放弃的有些太多了？细的像马杆一样的人形和印象里大火车强壮的感觉完全相反啊！能量宇宙里的大火车如果是 SS86 这样的马杆造型，那巨浪绑它的链子都能给它压死了吧。总之86大火车给我的糟糕初印象也莫名其妙的把这款 DCS 大火车在我心中的地位抬高了一个高度啊。SS86 大火车越看越生气，真的不想买了。但是如果朋友们感兴趣，想看小沙购买 SS86 大火车制作分享视频的话，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。当然也可以传点赞一键3连关注小沙，点赞超过400，入手 SS86 大火车狠狠的吃食啊！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是鲨鱼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